有时候你需要问一问你自己啊，你是想要买一台 BMW 还是你是想要买一台电动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台电动车，今时今日来讲，以它这个价钱297千，313 PS， 494Nm，零到100 5.3秒，它的直接对手 Volvo C40 288,888块，408 PS， 640 Nm，零到100 4.7秒。我还不要讲到 Volvo 啦，就297千，你要买到动力数据比它更强、马力比它更大，或者车体比它更大的 SUV 电动 SUV， 你都能够买得到。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个电动车，然后你来买一辆 BMW 的 iX1 或者 iX2， 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它不能够去怎么讲，不能够去让你的这个购买行为得到一个认可。当然你买车你不用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它必须要合理，你必须要合理化一些事情啦，不然你知道吗？你消费你还是总得要说服自己，为什么我要买一辆 BMW 的 EV？ 为什么？因为驾驶感电动车都差不多嘛，不管你是驾韩国 EV， 你是驾美国 EV， 感觉上好像都大同小异，它的个体差异并不会像汽油车，你买一台 Mercedes-Benz， 买一台奥迪，买一台 BMW 之间会有差异，但这个差异来说，我觉得它被无限的缩小了啦。这个全新的 BMW iX2 xDrive 30M Sport 从297千起，比我之前介绍的 iX1 贵了7000块，因为轮圈大1寸。但作为一个 Coupe 版本的 iX1 呢，这个 iX2 跟 iX1 只有一个地方一样，就是在它的照后镜。除此之外，从它的车头到它的 front grille， 在它的车尾，都跟 iX1 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iX1 就是典型的 BMW SUV， 那 iX2 就是非常大胆。举个例子，就好像 Volvo 的 XC40 Recharge 跟 C40， 它们的车头都长得差不多一样，只是 C40 的车尾会看起来比较年轻，那 XC40 的车尾就看起来比较保守。但是它跟 iX1 的差别远远比 XC40 跟 C40 之间的差别还来得大。所以今天我就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子有什么样的驾驶体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来加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BMW iX2 标配 M Sport 套装，四眼是 Adaptive LED 大灯，底下有减少空气阻力的 Air Curtain 气帘，还有标志性的 BMW Iconic Glow 水箱护罩，在夜晚的时候特别醒目。过去只有 X5、X6 和7 Series 才有的东西，现在也下放到前驱平台的车型。第二代 BMW iX2 的车身轴距是 2692mm， 第一代的 X2 是 2670mm， 加长了一点点，所以 2692mm 就跟 iX1 一样，算是一个 C segment SUV 的轴距。但车长呢，它就是4554，比 iX1 的4500多了54个 mm。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后车厢的部分，因为它虽然是一个 Coupe Light 的 iX1， 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间 by liter 其实是比 iX1 还要来得大。那它基于的就是 UKL2 的前驱平台，就是跟 Mini Countryman 相同的一个平台，只是换了一个壳，换了一个设计语言。第三代 U25 Mini Countryman SE 的预售价是260千，动力规格和 iX1、iX2、xDrive 30相同。值得一提的是 iX1 的风阻系数是 0.24 CD，iX2 是 0.25 CD， 而 Volvo C40 是 0.32 CD，EQS 是 0.28 CD， 所以 iX2 可以说是同级的豪华电动 SUV 当中风阻系数最低的一款。BMW Malaysia 的 iX1 和 iX2 都采用 M Sport Package， 所以都有 Adaptive M Suspension。它们最大的差异就是在轮圈的尺寸，因为 iX1、iX2 标配是19寸，但 BMW Malaysia 就为这个 iX2 采用了20寸，大1寸，然后这个轮胎是相当的大它是24540 R20， 然后用的是这个 Eco Contact 6Q， 就是一个 EV ready 的轮胎，里面有 Conti Silent， 就是做了一些静音技术的这个轮胎，只是这边有写着 MO 的代号啦 ，MO 是 Mercedes-Benz 的一个大压 code 这样子啦。我认为 iX2 大胆的地方并不是在车头，而是在车尾，因为这个车尾造型真的是在挑战 BMW 粉的这一些底线。到底你还能够推到多少？到底他们怎样设计，你都要怎样讲的好看嘛？所以你说 iX1 就是一个大家都不会觉得它难看的，从车头车尾相当保守，只要你喜欢 BMW， 你就一定会喜欢 iX1。但是 iX2 呢？
车头就好像是一个迷你版的 XM， 倒还好，就是更加的 sporty。但车尾，特别是这个车尾灯啊，它的棱角看到吗？我都数不清多少个边多少个角了，就是一种很创新的设计。你知道 BMW 双位数车型呢，一直都是一种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系列，像2 Series、4 Series， 以前的6 Series 到 X Series， 所以欢迎大家讨论你喜不喜欢这个车尾，还是你觉得 iX1 已经是很美很美了，不能再美了，不需要再多一个 iX2 这样子。Right。iX1 的行李箱空间有490公升，但 iX2 呢就有525、490、525，它是比 iX1 更加的大，而且它的直接对手 Volvo C40 只有413公升，就不只是好看，不只是流线型而已，它的整个行李箱空间也能够得到保证。但地板底下掀开来有多一个储物格，但就没有 spare tire。为了帅，牺牲掉头部空间，这个已经是汽车界里面的一个常态。GLC Coupe、Audi Sportback 这样子的一个车体，或者是帕萨跟 Arteon， 我们都已经在很多车型看到。所以 basically 这个 iX2 就是一个 iX1 Sportback 这样子的概念。那我的身高是178cm， 我现在头是已经动到车顶，如果我躺下来的话就还好，真的是非常压迫，几乎我看过一个蹲，我的后脑勺就已经磨到车顶这样子。那腿部空间的话就不能要求太多了，因为它是前驱平台的 BMW 你真的要大一上去就是 iX3、iX 之类的车型，所以这个就是跟 Mini Countryman 相同的平台，所以整个座椅的格局设计上就跟 Countryman 是很相像的东西。然后椅子是不可以前后滑动，椅背的倾斜程度我看一下啊，拉这个东西 OK 有可以一个 stage 2个 stage。就这样子啦。但你现在觉得没有用，但是你买到 IKEA 的时候，东西凸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方旋很好用了。但是你要把它整个放下来也是可以的啦，拉一下，整个就可以下来。再来中间凸起来的地方是不明显，还有2个冷气出风口，2个 Type C 的接口。所以很明显，你买 iX2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Coupe 就好了，后面真的是很难载人，就算你载了，也会做到很有压力哦。整个车顶真的是很低很低这样子。297,066.5 kWh， 续航里程 up to 449公里。如果你单纯要看这些东西 ，BMW 的确很难跟市场上的美国电动车、中国电动车或者韩国电动车来比，并没有什么很超前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要让我真的挑一个你应该要买 BMW 电动车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作业系统跟它里面的质感。因为 BMW 作为一个100%的 Premium Brand 豪华品牌，在很多地方他们是经过岁月、经过时代的累积，整理出这一套 iDrive 9.0第9代的 iDrive 系统，一直是 BMW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你的仪表板可以投影 Apple 的 Map 或者是 Google Map 都可以在这边。然后方向盘上面的按钮都跟 iX 一样的东西，差别就是它跟 iX、i5、i7 不同的是，中间这边就取消掉了 BMW 的旋钮。那个水晶旋钮没有，所以你可以用声控，你可以去调整音量大小，它只是没有旋钮，该有的按钮、快捷键都还保留在这边你要调整 Regen， 按一个 button 就进去；你要调整驾驶模式，全部都是独立的实体按钮。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 Harman Kardon 音响，是12个 speakers 的 Harman Kardon。然后这个椅子坐起来，整个旁边那个 wing 很够力所以你一坐下来就好像有一个人拥抱着你这样子，所以整个坐起来非常的好。除了黑色的 Veganza 纯素皮革，BMW 也提供了 Atlas Grey Smoke White 的搭配，看起来更加的清新优雅。我觉得 sitting position 是一件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好像车子要调好前后方向盘上下前后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呢，不是每一台车子都能够做到好的 sitting position， 它甚至不用去看 spec sheet， 你一坐上来抓着方向盘你就知道 OK everything right。给多少摆多少，脚要放多少，然后按钮在哪里，手要摸到哪里，门把等等，然后整个触觉、嗅觉等等都是能够给到你这种体验 ，which 已经比前一代或者前一代的 BMW 车型还要进步了非常的多。So basically， 因为这个车子跟iX1实在是太过接近，只是轮圈大1寸，所以我很难从头讲过。你可以去看iX1，但我就以一个电动车的角度来讲它的优势是在于它是一台 BMW， 而不是在于它是一个电动车。
无论就充电速度130 kW 的 DC， 11 kW 的 AC， 充电速度，续航里程，你看它的续航里程啊是449 up to 449 WLTP， 我刚 start 车啊，它是大概在350公里而已，充到100。关掉 aircon 可能可以多一个20-30公里这样子啊。总的来讲，你是这个449完全是不能看的，你就把它当成是我现在充到80，我用到20，只可以用一个200多公里。我觉得 iX2 它应该不会成为你的 only car， 你的唯一一辆车。你说 iX1 可能，因为我认识一些 iX1， 他真的是年轻人，他生平的第一辆 BMW， 他人生中的第一辆 BMW。他可能事业小成，事业有成，他要买来奖励自己。以前大家可能会选择 218i， 可能会选择 320i， 那现在因为时代不同 ，SUV 确实比较实用。你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年轻人，或者刚刚成立小家庭 ，iX1 可以。但我觉得 iX2 它更多时候就是你已经不愁车用了，它是你家里的第3辆车，你的第4辆车，第5辆车。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么大压力，而且你家里一定要有 home charger。一定要有，你 make sure 你每天回到家 plug 进去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我觉得不管是40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还是300 even like mini SE 啦，只有199 100多甚至170 km， 你都会觉得没有问题。那我们回到了这个 iX2 呢 ，of course 它这个 Adaptive M Suspension 啊，悬挂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去设定它的软硬程度。像我们现在去到 Sport Mode， 可以。它原本的悬挂都比一般的悬挂低了15个 mm， 所以当你在过弯的时候，加上20寸的轮圈，它又是双马达。BMW 就是 BMW， 它不会因为它是一个电动的 BMW， 它就打折扣，它就损失掉它的 ride and handling， 没有 ，it's still a BMW。车重是2095公斤，可是因为电动的瞬间扭力去抵消掉这个重量，你不太会 feel 到啦。当然还是一个 SUV， 我不可能像加3 Series 这样子去烧口呢，去摆弯。但你说加速能力的话，我已经试了千百遍。with 这个 Hans Zimmer 打造的 BMW Iconic Sounds Electric。OK， 它很硬，它很弹跳，它就是很典型的 BMW。Mini Countryman 的那一种 style， 就是讲求的是路感很清晰的反馈。然后呀，因为你看这个汽油版呢，它可能是 2.0 liter 4气缸 Turbo with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因为在 BMW 的357系列里面，他们都是用 ZF 的8速自动变速箱，所以整个档次低速慢速是好过 7DCT 的。所以就在 iX1 的这个 iX1、X2、X1、X2 的这个级距里面呢，电动车电动版是绝对好驾过汽油版的，绝对那种。你看红绿灯起步，哇，20寸哦！因为这种强大的瞬间扭力啊，20寸就真的是抓得住地上。如果你19、18寸啊，车子会你知道吗？就是 hold 不住这个路面踩。哇，很淡定，很稳。这个稳是你在别的品牌的电动车、别的品牌的电动 SUV 上面拿不到的一种驾驶体验。哇 ，so 呀，所以你问我你为什么要买一台 BMW 的电动 SUV？ 因为你可以得到电动车的好处，瞬间扭力、起步加速，然后这种安静、一动一静的感觉，你同时可以享受到 BMW 的方向盘。BMW 的底盘很刚强、很刚硬、很运动化的悬挂表现。那我觉得 iX2 的隔音表现实在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安静，因为我该注意到啊，它这2块用的都是 laminated glass 夹层玻璃、双层玻璃。So 当然它只是前面2块是双层玻璃，后面就是单层玻璃。哇，真的是很好驾的，真的是很好驾。整个车子的那个分配啊，前后轮的扭力分配、重量分配、踩出弯，哇！什么 M35i 啦，什么340i 啦，你只要用过了这个瞬间扭力，
你就不会去留恋，不会去怀念，除非你跟我说6-7缸的声音。VX 的声音 ，V10 的声音 ，V12 的声音，这样还有得讲。然后 BMW 电动车，我讲过很多次的，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 setting 你的这个 energy recovery 啦，在这边，所以你可以 adaptive， 可以 low， 可以 moderate， 可以 high。那如果你要所谓的 one pedal mode， 你把这个排档杆往下推，它就进去 B mode， 就是 one pedal mode。在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点一个踏板，点你的所谓的 throttle pedal， 你关掉它，它就像顺流；你打开它，就像逆流这样子。当你逆流的时候，你不进则退。点 ，Oh my god， 这辆车太好驾了，太好驾了！这个 RX1、RX2， 你驾驶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个 dashboard 的高低啊，整个东西设计到你就是会觉得 everything just right。即便对我来讲啦，这个价钱可能有一点难消化，这个设计语言，这个造型也不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讲？也不在很多人考虑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你问我的话，如果今天我要买一个 RX2， 我会比较 prefer 去买 Mini Countryman， 因为至少我觉得 Countryman 它的造型是比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5年、10年、20年。然后我相信在观看这支影片里面的你，一定有很多人已经是 RX1 的车主，因为我身边就认识几个驾着 RX1 的朋友，所以你们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实际上你们拿到的里程是多少。那准备要买 RX2 的朋友也可以得到一个参考。我就抛砖引玉，集思广益。我们下期影片见，我是戴主义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万卡。